再过1个月，美国队长4就要在内地市场上映了，但是美队4的坏消息是接踵而至啊。之前的坏消息呢，主要就是补拍重拍和内部口碑令人担心。那这次又是什么消息呢？是外媒公布了美队4的编剧数量多达6人。根据外媒的分享啊，官方编剧的名单里面确认3名编剧是列在故事作者名单下的，另外有3名编剧将列在剧本作者名下。在 MCU 史上啊，这里真的算多了。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，就美队4这剧情需要这么多编剧吗？对于一部不断补拍重拍的电影来说，确实很有必要。其实不只是漫威啊，很多电影在开发的不同阶段，或许是因为资方对剧本的不满意，或许是因为其他原因，总之需要聘请很多编剧进行修改和重写。说人话就是之前那个干的不行被优化了，再找一个人接着填坑。DC 那边闪电侠也经历过这个遭遇啊。但是有这么多编剧的 MCU 电影就一定不好看吗？还真不一定啊。MCU 至今为止30多部电影作品里面啊，有这么多编剧的电影也不多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有蚁人1、2和蜘蛛侠。蚁人1可以查到的数据显示是7人，但其中之一是 Edgar Wright， 大家都知道他和漫威的不愉快啊。蚁人1最后换掉了他，但还是保留了大部分他创作的情节，所以他依旧算是编剧之一。但还好蚁人1是成功的。蚁人2呢，编剧就降低到了5人，除了蚁人本人以外啊，还有4人。有意思吧？饰演蚁人本人的保罗·路德也是蚁人1、2的编剧之一，另外4个呢都是新面孔。据说呢，找这么多人是为了给导演写出更多好笑的段子。好吧，总之蚁人2在 MCU 的评价还是可以的。相反，到了蚁人3里面啊，编剧降低到了只有1名，反而电影成了 MCU 倒数的存在了。而蜘蛛侠英雄归来作为小蜘蛛回归漫威的第1部作品，漫威是十分重视的，配备了包括导演在内的10位编剧。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的困难之处了吧？首先它要结合 MCU 的世界观，它又要略过小蜘蛛的英雄起源故事。但是英雄归来的剧本真心做得不错。那一年我记得漫威有2部电影，一部说了英雄迟暮，另一部呢就是这一部说的是少年英雄，都很出色。而 MCU 最出色的几部电影啊，包括美队2、3、复联3、4的编剧数量其实都不多。那么最后我们回到美队4上面啊，其实有这么多编剧还是有一个好处的，那就是如果电影破该了，可以分摊伤害。